茶圈常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普洱生茶杀青的温度太高，把茶叶原本的酵素杀得太彻底。新茶可能很香很好喝，可是放个10年20年，却不一定还能好好转化。大家也常把这种情况叫做绿茶化。那如果杀青真的把酵素杀掉，普洱后面的陈化就会平下来吗？这里是茶学笔记，我们用科学把茶讲清楚。这正是今天最值得讨论的地方，因为2026年国际期刊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有一篇普洱生茶研究，出现一个很反直觉的结果：多酚氧化酶没有显著增加，可是茶里有24种挥发性代谢物出现显著差异，芳香族化合物甚至大约是对照组的6倍。等一下，多酚氧化酶没有增加，茶为什么还会继续变？因为普洱后期转化不能只看多酚氧化酶这一种酵素。第一，茶叶里的酵素不只有一种；第二，后期参与转化的酵素也不一定只有茶叶本身原有的酵素。可是杀青不是常听到锅温200-300度吗？这么高不会把酵素杀得很彻底？这里就是一个很容易误会的地方。2022年国际期刊《食品生物科学》Food Bioscience 一篇普洱生茶研究提到，传统手工杀青时，铁锅内壁起始温度一般大约300度 C， 但杀青过程中的鲜叶温度一般大约是60到65度。所以真正跟酵素活性比较有关的，不是只看锅温，而是鲜叶实际到了几度，又维持多久。所以鲜叶温度跟时间才是比较关键的。对，不能只看锅温来判断。接下来还要看到底是哪一种酵素，因为不同酵素对热的耐受程度并不一样。那刚刚提到的多酚氧化酶，就是大家最常讨论的那一种吗？对，多酚氧化酶英文叫 Polyphenol Oxidase， 研究里常缩写成 PPO， 它是茶叶本来就有的内源酵素之一，可以先把它理解成茶叶自己的一套氧化工具。另外还有过氧化物酶 Peroxidase， 也就是 POD。那这两种酵素耐热程度差很多吗？我们来看一篇2021年发表在国际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的茶叶酵素研究。在这个实验里，多酚氧化酶在60度 C 处理30分钟后已经测不到活性，在80度 C 大约20分钟后也完全失去活性。可是过氧化物酶比较耐热，80度 C 处理45分钟之后还测得到大约6%的活性。所以只讲一句高温把酵素杀死其实太简单了，还得问是哪一种酵素。杀青时鲜叶温度是多少，持续多久？了解，所以重点不是杀青温度超过几度就一定不行，而是不同酵素对热的反应本来就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实验里测的是萃取出来的茶叶酵素，跟真正鲜叶在杀青时的情况不完全一样，所以不能直接拿60度 C、80度 C 当成普洱杀青的标准。但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，多酚氧化酶不能代表所有酵素。可是我们真正担心的是，如果多酚氧化酶真的活性降得很低，那生普后面到底靠什么转化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储存过程里的微生物。微生物也能参与茶的转化？对，刚刚提到的2026年研究用的是云南西双版纳莽枝茶山的原料，经过杀青、揉捻、晒干，再蒸压成普洱生茶。研究团队把茶放在3种不同的水活性 （water activity）， 也就是 AW 条件下，分别大约是0.53、0.61和0.71，储存1年，看看环境不同，茶里的微生物和代谢物会怎么变。结果环境一变，里面的微生物也会跟着变吗？会哦。研究发现，不同水活性下，茶里的真菌群落和代谢物都会跟着改变，其中包括 Papillotrema、Haneola 等酵母菌。而且一些微生物的变化跟陈化相关香气成分的变化也有明显关联。原来如此。这里其实已经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生普后期怎么转化，不只是看茶叶原本还剩多少酵素，储存环境也会影响里面的微生物。那看到这些关联之后，研究团队怎么继续验证？他们后来从储存生普里分离出一株酵母，学名叫 Papillotrema flavescens，先在培养环境和茶汤里确认它确实有代谢活动。那把这一株酵母放回茶样里之后呢？研究团队先把茶样用121度 C 高压灭菌15分钟，接着一组接种这株酵母，另一组不接种作为对照，再
再控制在25度 C， 水活性大约0.70到0.71的条件下放整整10个月。等一下，正常存茶不会拿去121度 C 灭菌吧？当然不会啦，这不是在模拟普洱杀青，而是先尽量排除茶样原有微生物的干扰，再看看接种这株酵母之后，茶里的酵素活性跟风味成分会不会继续发生变化。那结果呢？多酚氧化酶有增加吗？没有，接种这株酵母之后，那个多酚氧化酶 PPO 并没有显著增加，可是另外2种酵素活性反而提高了。哎，哪2种？过氧化物酶 POD 活性显著提高，贝塔葡萄糖苷酶 Beta glucosides 也就是贝塔 GC 活性也显著提高。那茶真的还有转化吗？有，而且差异还不小。10个月后接种这株酵母的茶样跟没有接种的对照组相比，有24种挥发性代谢物出现显著差异。整体来看，芳香族化合物大约是对照组的6倍，萜类大约1.5倍。24种，有没有我们喝茶比较熟悉的香气？有啊，例如跟花香有关的芳樟醇 linalool 明显增加，另外带有清凉气味的水杨酸甲酯 methyl salicylate 大约是未接种组的8.6倍。哇，所以多酚氧化酶没有增加，茶还是照样有转化。对，这是这篇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结果。多酚氧化酶没有显著增加，可是过氧化物酶和贝塔葡萄糖苷酶活性提高，香气成分也明显发生变化，表示后面的转化还有其他路径可以走。那贝塔葡萄糖苷酶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啊？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把小剪刀。小剪刀？对，茶叶里有些香气物质原本是跟糖结合在一起的。贝塔葡萄糖苷酶就像一把小剪刀，把这个连结剪开之后，原本被绑住的香气就比较容易释放出来。哦，释放出来了。没错，接下来过氧化物酶 POD 还可能参与氧化反应，让这些香气成分继续往下转化。那是不是代表多酚氧化酶其实没那么重要？还不能这样说。这篇研究不是直接拿有 PPO 跟没有 PPO 2组去比较，它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，就算多酚氧化酶没有显著增加，风味转化还是可以透过其他路径继续发生。所以，如果以前只盯着多酚氧化酶，可能就只看到其中一条转化路径喽。对，除了茶叶原本的内源酵素，后期还有微生物参与，其他酵素系统也可能一起作用。香气这部分我懂了，那口感呢？很多新生普喝起来比较鲜、苦、涩，可是有些茶放久之后，反而会觉得茶汤变得比较厚。研究里也有看到这种变化吗？有，2026这篇研究里，当水活性从0.53提高到0.71，在这套代谢体资料里，氨基酸类的相对占比大约从56%降到43%。同时，一些跟 Kokumi 有关的黄酮生物碱 flavoalkaloids、胜肽类跟氨基酸衍生物增加，整体也朝向鲜味下降、Kokumi 后味增加的方向。Kokumi， 这跟我们平常讲的鲜味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鲜味umami是一种基本味觉，你会直接感觉到鲜。Kokumi 不是另一种基本味觉，比较像让整体滋味变得更厚、更饱满。而且这种饱满感会在嘴巴里留得更久。哦，所以不是单纯味道变浓，而是整体喝起来更有厚度。对，可以先这样理解。那既然环境会影响微生物，是不是茶存的湿一点，转化就会比较快？某些微生物跟反应确实可能变得更活跃，但不代表越湿越好。水活性跟含水量不是同一件事。怎么说？含水量是在看茶里总共有多少水 ，AW 则是在看这些水有多容易参与微生物活动和化学反应。所以不是越湿越好？不是，研究在最高水活性，也就是 AW 大约0.71的条件下，也看到甲苯 toluene、异氟尔通 isophorone 这类比较不理想的挥发性成分增加。所以纯茶不能只追求转化的快，也就是转化的快不一定代表转化的好。没错，对普洱茶来说，后期转化不是比速度，而是看最后往哪个方向走。好，那回到今天最开始那个问题，大家说杀青温度太高，把酵素杀掉，所以普洱生茶放个10年、20年就不会转化，这个说法你会怎么回答？
才有担心重杀青不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啦。因为制成确实会改变茶叶原本的内源酵素活性，也会改变它一开始的化学状态。对呀，但就算多酚氧化酶真的被杀掉，也不能直接说后面一定完全不会转化。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这个推论。第一，真正影响酵素活性的是鲜叶温度和时间，不是只看锅温。那第二呢？第二，多酚氧化酶不等于全部酵素。更重要的是，2026这篇研究还让我们看到，微生物参与之后，还有其他酵素系统给作用。就算多酚氧化酶没有显著增加，茶的风味还是发生了明显转化。那反过来说，重杀青完全没影响，可以吗？也不能这样讲。真正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用同一批鲜叶做不同的杀青强度，把实际鲜叶温度跟杀青时间都记录清楚，再用相同条件存10年、20年，直接看长期到底会差多少。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长期直接比较研究，所以不能说重杀青一定就是死茶，也不能说它完全没影响。那如果大家真的想买一饼放10年、20年，该问什么比较好？不要只问杀青几度，更该了解的是这个温度是锅温还是鲜叶温度。如果是锅温，有没有量过实际鲜叶温度？杀青时间大概多久？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，同样工艺10年前做的茶，现在喝起来怎么样？哦，所以现在很香很甜，不代表以后就不能陈化；现在很苦很涩，也不代表20年后一定会变成好茶咯。对，原料、制成、仓储都会影响最后的陈化结果。现在好不好喝，跟未来能不能陈化，本来就不是同一件事。哇，所以今天如果只记得一句话，我会记这句：杀青可能降低茶叶本身一部分酵素的活性，但不等于把未来的转化路径一起关掉。制成会改变起点，但光看一个杀青温度，还不能替20年后的茶下结论。这里是茶学笔记，我们下集见。